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这个做了20多年婚恋顾问的老手都忍不住湿了眼眶。一个重庆女孩放弃千万豪宅，只为跟花莲木工男友同住破旧平房，听起来不可思议，对吧？但这背后的原因真的会让你泪崩。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故事的主角沈明珠。今年32岁，重庆人，在重庆主城区拥有一套价值千万的豪宅，是一家知名外企的高管。而她的男友李志明是台湾花莲的一名普通木工，住在一座看起来有些破旧的平房里。天啊，这不就是现实版的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吗？只不过性别对调了。你可能会这么想，但事实上这个故事远比童话复杂得多。明珠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父亲是做房地产生意的，母亲经营着几家高档餐厅。从物质条件上来说，明珠从小就没吃过苦，住的是高档小区，上的是私立学校，出门有司机接送，简直就是人生赢家，走在前1%的天选之子。但是有钱难买快乐，这句话一点都没错。虽然明珠不缺钱花，但却严重缺乏家庭温暖。他的父母都是典型的卷王，为了事业拼命工作，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赚钱上。他们以为给我最好的物质条件就是最好的爱。明珠对我说，但实际上我从小到大最渴望的就是能和爸妈一起吃一顿安安静静的晚餐，而不是由保姆照顾我。明珠记得，他小学6年级时，同学们都有家长来参加家长会，而他的父母却因为忙着谈一个大项目，让司机来替代。那天放学后，明珠一个人在学校门口等了很久，看着其他同学都被父母接走了，只有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将来有了自己的家庭，一定要给我的孩子足够的陪伴和爱。这种童年经历造就了明珠敏感而渴望爱的性格。她在学业上非常出色，本科毕业于重庆大学，随后前往美国读研究生。毕业后，她在纽约工作了3年，最后回到重庆，在一家外企担任市场总监，年薪100万不是问题。按理说，像明珠这样的条件，在重庆找对象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奇怪的是，明珠谈了几段恋爱都以失败告终。每次相亲，对方看中的都是我的家庭背景和工作。明珠无奈地说，他们喜欢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能给他们带来的价值。有的甚至直接问我父母做什么的，家里有几套房。这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就在明珠对爱情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命运给了她一个转折点。2年前，明珠的公司派她去台湾出差，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商务旅行，没想到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改变了她的一生。那天，明珠在台北开完会后，决定自己去花莲游玩几天。花莲以其自然风光闻名，是台湾著名的旅游胜地。明珠租了一辆车，打算自驾游。谁知道半路上车子突然抛锚了，而且是在一个信号不好的山区。那时候我真的慌了，手机没信号，路上几乎看不到人，我一个人站在路边，不知道该怎么办。明珠回忆道，就在这时，一辆破旧的小货车停在了他旁边。车上下来一个穿着简朴、皮肤黝黑的男子，用略带台湾口音的普通话问他，小姐需要帮忙吗？这个人就是李志明。志明二话不说就帮明珠修车，还邀请他去他家休息一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遇到困难时得到帮助，明珠非常感动。志明的家是一座位于半山腰的木质平房，简朴但整洁，窗外是一望无际的花莲溪谷和太平洋。我第一次踏进他家的时候，就被那种宁静和安全感击中了。明珠说，虽然房子简陋，但处处都能感受到温暖和用心。志明告诉明珠，他是一名木工，主要制作传统台湾风格的家具。他的父母早年去世，留下了这座祖传的老房子。他没有太多积蓄，但生活得很充实。他带我参观他的木工工作室时，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明珠说，那些被他一刀一刻雕琢出来的家具，每一件都像是有生命一样。他对待木头的方式，就像对待一个有情感的生命，充满尊重和爱。明珠本来只打算在花莲待2天，
但他被志明的淳朴和花莲的美丽深深吸引，一住就是1周。这1周里，志明带他爬山、看海、逛夜市，让他体验了完全不同于都市生活的宁静和自然。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1周。明珠回忆道，没有手机，没有会议，没有 KPI， 只有山水、美食和一个真诚的陪伴。回重庆后，明珠和志明保持着联系。起初只是偶尔的视频通话，后来变成了每天晚上的必修课。他们聊生活，聊梦想，聊彼此的童年。志明告诉明珠，他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用双手创造美的东西。明珠则分享了他在公司的压力和对真实生活的向往。跟他在一起，我不需要伪装，不需要考虑利益关系，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明珠说，半年后，明珠再次飞往台湾，这次是专程去见志明的。在花莲那座面朝大海的小木屋里，志明向明珠表白了。他说，我知道我条件不好，没有豪宅，没有名车，存款也不多，但我可以向你保证的是，如果你愿意和我在一起，会用我的双手为你创造一个温暖的家。明珠当场就哭了。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被爱的感觉。不是因为他有钱，不是因为他有地位，而仅仅是因为他是他自己。那一刻我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我要和这个人在一起。明珠坚定地说。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当明珠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和一个台湾木工在一起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你疯了吗？放着重庆那么多条件好的男人不找，非要跑去台湾找一个木工。明珠的母亲气得直拍桌子。你知道你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吗？你在重庆有豪宅，有100万年薪，而他呢？住在破房子里，靠手艺吃饭，能给你什么样的生活？明珠的父亲则更加理性，我不是歧视他的职业，但你要考虑现实问题，两岸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差异很大。你放弃重庆的一切去台湾生活，能适应吗？而且两地分居也是个大问题，长期下去感情怎么维系？这些问题确实很现实。明珠也曾彻夜难眠，思考该如何选择。她咨询了我这个专业的婚恋顾问，希望能得到一些建议。我当时对她说，两岸婚姻确实面临不少困难，但关键是看你们的感情基础和共同价值观。如果只是一时冲动，那最好慎重。但如果你确信他就是能给你带来幸福的人，那么外界的条件反而是次要的。明珠最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辞去重庆的高薪工作，卖掉自己的豪宅，准备移居台湾，和志明一起生活。我知道这个决定听起来很疯狂，明珠对我说，但我想通了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不是房子有多大，银行卡里有多少钱，而是能不能找到让自己真正快乐的生活方式和爱人。这个决定引起了明珠家人的强烈反对，甚至一度断绝了关系。但明珠却异常坚定。我30多年来一直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次了。明珠说。就这样，明珠辞去了工作，开始准备前往台湾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被大家忽略了，台湾和大陆的婚恋观念差异。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认为台湾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不高。实际上，现在的台湾社会非常发达，民众的生活品质很高。虽然房价高企，年轻人面临五斗柜、台湾网络用语、形容蜗居问题，但整体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都是一流的。更重要的是，台湾人的婚恋观相对来说没有大陆这么功利。在大陆，尤其是一线城市，谈恋爱几乎变成了一场房车比拼赛，有没有房车是什么牌子，年薪多少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托付终身的标准。而在台湾，虽然物质条件也很重要，但人们更看重的是情感契合度和生活理念的一致性。台湾男生可能不像大陆男生那样拼命赚钱买房买车，但他们更懂得生活，更愿意花时间陪伴家人。志明告诉我，在他们那里，男人最大的责任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不能让家人感到幸福和安全。明珠说，这正是我从小到大一直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而且台湾社会对职业的歧视也比大陆少。在大陆，木工可能被视为低端职业，但在台湾，手工艺人受到很高的尊重，
特别是像志明这样专注于传统工艺的匠人。他在当地很受尊敬，经常有人登门求购他制作的家具。明珠自豪地说，他的作品甚至被一些收藏家高价收购。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在台湾，人们普遍更尊重个人选择。当志明告诉他的朋友们他要和一个大陆女孩结婚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他家里有钱吗？而是他是不是真的爱你，你们合得来吗？这种价值观的差异让我感到无比轻松。明珠说，明珠做好了准备，打算先去台湾生活一段时间，看看自己是否能适应那里的生活方式。如果一切顺利，他就会和志明正式结婚。我知道未来可能会有很多挑战，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新生活的开始。明珠说着，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明珠最终还是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他先是以访客身份前往，计划在那里住上3个月，真正体验一下与志明一起生活的感觉。他并没有立刻卖掉重庆的房子，而是先租了出去，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我虽然勇敢，但不是鲁莽的人。明珠笑着对我说，我想先确定自己真的能适应那里的生活，再做最后的决定。刚到花莲的第1周，明珠简直像是生活在童话里。志明的木屋虽然简陋，但周围的自然环境美得令人窒息。清晨醒来，推开窗就能看到太平洋上的日出。晚上躺在院子里，仰望满天繁星。志明种了一小片菜园，他们常常自己种菜做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那段时间真的很美好，就像是在度假一样。明珠回忆道。但很快，现实问题就浮现出来了。首先是语言障碍。虽然台湾也说中文，但日常生活中更多使用的是闽南语、台语。明珠听不懂台语，这让他在与志明的家人和朋友交流时感到困难。志明的叔叔阿姨们都很热情，但他们大多只会说台语。每次家庭聚会，我都只能笑着点头，其实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明珠无奈地说。其次是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明珠从小生活在大都市，习惯了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方式。而花莲是个小城市，生活节奏慢得多，很多事情都需要慢工出细活。刚开始我总是很急，做什么都想马上看到结果。明珠说，但在这里大家都很悠闲，做事情讲究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志明做一件家具，有时候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这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一个问题是工作。明珠在重庆是高级职场人士，习惯了开会、谈判、做决策的生活。但在花莲，他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他曾经尝试在当地的一家旅行社工作，但那里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与他过去的经历相去甚远。刚开始我还挺有热情的，但久了就发现我很难在这里找到职业发展的空间。明珠说，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还有更现实的问题，两岸关系的复杂性使得明珠的居留身份问题变得很麻烦。他需要不断地延长访问签证，或者申请其他类型的居留许可。每次办理这些手续都异常繁琐，让他感到疲惫。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们俩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人，生活会简单得多。明珠叹气道。这些问题逐渐积累，明珠和志明之间开始出现了小小的矛盾。志明不理解明珠为什么对一些小事这么斤斤计较，明珠则觉得志明太过随性，缺乏规划和主见。就在明珠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时，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平静。明珠的父亲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医院。那一刻，我的世界崩塌了。明珠哽咽着说，我和父亲吵架后就没有好好说过话，现在他生病了，我甚至不在他身边。明珠立刻买了最早的机票飞回重庆。到医院后，他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头发似乎一夜之间全白了。母亲哭得眼睛都肿了。看到明珠回来，两人紧紧抱在一起。对不起，爸爸，我不该那样任性。明珠握着父亲的手，泪流满面。让明珠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虚弱地摇了摇头，说道，不，是我们对不起你。这次生病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人这一辈子，钱财地位都是身外之物，最重要的是活得开心，和爱的人在一起。原来父亲病后反思了自己的一生。
他为了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却忽略了家人的感受，尤其是女儿的感受。这次大病让他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和亲情的宝贵。你妈妈给我看了你在台湾的照片，你笑得很开心，比在重庆时开心多了。父亲说，如果那个台湾小伙子真的能让你幸福，我们也不该阻拦。母亲也表示支持明珠的决定，我们确实太功利了，总是以金钱和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但看到你在台湾的笑容，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明珠没想到父母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重庆照顾父亲的这段时间，志明也专程从台湾飞过来探望。志明的真诚和体贴打动了明珠的父母，他不仅每天陪老人家聊天，还亲手做了一个精美的木质保健按摩器，帮助老人家恢复。小伙子人不错，实在。明珠的父亲评价道，比那些只会花言巧语的公子哥强多了。就这样，明珠的父母终于接受了志明，甚至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们在花莲安家。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资金，在花莲购置一处更好的房产，或者帮志明扩大他的木工工作室。父亲说，但志明却婉拒了这个提议，谢谢叔叔阿姨的好意，但我想靠自己的双手给明珠创造一个家。如果现在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会觉得自己没用。志明的坚持再次赢得了明珠父母的尊重，他们理解了女儿为什么会爱上这个朴实的台湾小伙子。父亲康复后，明珠和志明回到了台湾，这次他们带着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清晰的规划。经过这次事情，我想明白了，两地生活的差异确实存在，但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明珠说，关键是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不完全抛弃自己的过去，不固执地要求另一半完全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志明也做出了改变，他开始学习普通话，以便更好地和明珠沟通。他也开始接受一些商业理念，扩大自己的木工工作室规模。我们决定走一条适合我们两个人的路。明珠说，不是完全按照台湾人的方式生活，也不是完全按照重庆人的方式生活，而是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这个共识，明珠和志明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在花莲的海边举行，简单而温馨。明珠穿着传统的中式婚纱，志明则穿着台湾原住民风格的礼服。那天真的很美，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场景。明珠回忆道，阳光、海浪、鲜花，还有我们相爱的心。明珠的父母专程从重庆飞来参加婚礼，他们看到女儿幸福的样子，也终于放下了所有的担忧。我终于明白，幸福不是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的。明珠的父亲在婚礼上说，幸福是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婚后，明珠和志明并没有住进豪华的大房子，而是选择继续住在那座经过改造的木屋里。志明把木屋重新装修了一番，增加了更多的现代化设施，但保留了原有的质朴风格。明珠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她开始在网上经营一家手工艺品店，专门销售志明制作的木质家具和其他台湾手工艺人的作品。凭借着她在市场营销方面的专业知识，这家网店很快就有了不错的业绩。我发现我可以把自己在大陆学到的商业知识和台湾的手工艺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价值。明珠自豪地说，更让明珠惊喜的是，她的父母退休后也决定来台湾住上几个月。他们在花莲租了一套公寓，离明珠和志明的家不远，这是他们第一次有如此长时间的相处。以前我总觉得父母只关心工作和钱，从来不关心我的感受。明珠说，但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相处的时间，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一直都很爱我，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明珠的父亲甚至开始跟志明学习木工技艺，两人常常一起在工作室忙活到深夜，而明珠和母亲则会一起逛花莲的夜市，聊以前从未聊过的话题。这种家庭氛围是我从小到大都渴望的。明珠感慨道，现在我终于拥有了。当然，明珠和志明的生活也不是没有挑战，他们文化背景的差异偶尔还是会带来一些小摩擦。比如，明珠习惯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志明则更倾向于含蓄的表达方式。明珠喜欢计划和高效，志明则更随性一些。但这恰恰是我们互相学习的机会。明珠说，我学会了更加耐心和体贴，她也学会了更加有计划性和目标感。
3年后，明珠怀孕了。这个消息让两家人都欣喜若狂。明珠的父母再次从重庆飞来，这次他们打算在台湾住上大半年，亲自照顾女儿和未来的外孙。我想让我的孩子从小就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明珠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腹部，眼中满是幸福。这是我小时候没有得到的，但我一定要给我的孩子。志明则忙着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各种木质玩具和家具。他亲手打造了一个精美的婴儿床，上面雕刻着台湾和重庆的传统图案，象征着两种文化的融合。我们的孩子将会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背景。志明自豪地说，他既是台湾人，也是重庆人，两种文化的精华都将成为他成长的养分。明珠的父母也变得越来越开明，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看重金钱和地位，而是真正关注起家人的情感需求。明珠的父亲甚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愿意在台湾买一套房子，每年来住上几个月。我们错过了你的童年，但不想错过外孙的成长。父亲说。就在明珠即将临盆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知名设计的一款融合台湾和重庆元素的家具系列在国际设计大赛上获得了大奖，并且有国际知名家具品牌抛出了高价的合作邀约。看到没有，条件艰苦不代表没有出路。明珠对我说，只要找到自己真正热爱并且擅长的事情，无论在哪里都能获得成功和幸福。最终，明珠在花莲的一家医院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他们给孩子取名为李桥，寓意着连接两岸的桥梁。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明珠看着熟睡中的儿子，对我说，有人说我放弃了重庆的千万豪宅，选择了花莲的破旧平房，是因为我傻，但我知道我得到的东西远比我放弃的更加珍贵。这就是明珠和志明的故事。他们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但他们用爱和包容克服了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冲突，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作为一个婚恋顾问，见证了无数对情侣的爱情故事，但明珠和志明的故事依然让我感动不已。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不应该被金钱、地位、文化背景这些外在条件所束缚。当你遇到真正爱你的人，无论他来自哪里，做什么工作，只要你们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就能创造出属于你们的幸福。也许在这个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里，明珠和志明的选择看起来很傻，但谁说追求真爱就一定是明智的呢？有时候傻一点，反而能获得最珍贵的幸福。很多人问我，丽姐，你觉得明珠的选择对吗？放弃那么好的条件，值得吗？我的回答是，每个人的幸福标准不同。对明珠来说，家庭的温暖和真爱比豪宅和高薪更重要。她没有放弃幸福，是选择了另一种形式的幸福。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确实存在，但这些外在因素并不应该成为爱情的障碍。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否在价值观和生活理念上达成共识，能否相互包容和理解。明珠和志明的故事正是两岸婚恋中的一个美好范例，他们的爱情跨越了海峡，跨越了文化差异，最终创造了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明珠一样，勇敢地追求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到真正能让自己幸福的那个人。毕竟，宁可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跌倒，也不要因为害怕跌倒而放弃追求幸福。好了，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请记得点赞、评论和分享哦。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